尽管美方反复强调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但仍不断加码对华科技战。近日，路透社发布独家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对3家中国电信运营商展开风险调查，且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对此，我驻美使馆回应称，希望美方停止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路透社24号发布独家消息称，3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3家中国电信运营商展开风险调查，声称此举是因担心这些公司利用在美国的云端和互联网业务获取美国数据，并将数据提交给中国。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正在进行这项调查，已经传唤了这3家公司，并完成了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所谓的基于风险的分析。但路透社指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公司故意向中国提供敏感的美国数据，或有任何其他类型的不当行为。2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监管机构尚未就如何应对做出决定。美国网络大数据分析公司 Cantic 网络安全专家马都里对路透社分析，如果美国监管机构不试图巩固每一种风险，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尽职尽责。针对此事，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称，希望美方停止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捍卫中国企业的权益。事实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瞄准的对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2019年拒绝了中国移动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并在2021年和2022年吊销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提供电信服务的许可证。今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进一步禁止这些公司在美提供宽带服务。而在2021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还在其卸任的最后关头，以颁布行政令的手段迫使移动、电信和联通从美股退市。目前，这3家中企在美国仅有提供云服务等少量业务。路透社分析，最新调查是地缘政治对手之间不断加深的技术战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试图切断中国公司获取美国数据的所有剩余渠道。这些调查，我觉得它主要有2方面的目的了。第一个呢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这个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调查来展示美国对华强硬的这样一个形象，捞取了这个政治资本。一直以来，美方将构筑小院高墙的霸凌行径包装成维护国家安全，以各种借口胁迫其他国家实施对华科技封锁，已经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而在电动车领域，美国又通过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来拉拢盟友，一起对华设置贸易壁垒。12号，欧盟委员会披露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目前，中欧双方正加紧沟通磋商，避免全球电动汽车供应合作被政治因素干扰。22号，中欧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上周，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率团访华，一行人还专门前往宝马集团中国上海研发中心。哈贝克以非常满意来概括访华之行，并表示，如果因欧盟提高关税而引发欧中贸易战，所有人都将是输家。而哈贝克前脚刚走，德国交通部长维辛后脚就来华访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4号报道称，这位自民党政治家在上海批评了欧盟委员会，呼吁解决贸易争端。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涉及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议题的分论坛备受关注。夏季达沃斯进入了第2天，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绿色转型、前沿创新是今天的关键词。在我跟海内外政商学界领袖和创新人士的互动中呢，有多位嘉宾向我表示，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希望世界各国消除偏见隔阂，加强在电动汽车等科技创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绿色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以及科技产业的崛起。长期关注中国市场的美国精锐资金首席执行官乔纳森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占比非常大，在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方面，欧洲市场离不开中国电动车，甚至全球市场都期待中国电动车在低碳环保方面发挥作用。
Many countries, people want to buy electric vehicles, but the cost is too much. They can't afford them. So I think if the world really wants to focus on climate, they have an opportunity now to allow Chinese EVs to expand globally and make it more affordable. 6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越南总理范明政。习近平请范明政转达对阮富仲总书记和苏林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去年年底我访问越南期间，同阮富仲总书记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半年多来，两党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进展顺利，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越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符合两国各自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方愿同越方加强战略引领，围绕6个更总体目标，坚持团结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深化互利合作，携手迈向现代化，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将为双方拓展经贸、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带来新机遇。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共同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升两国互联互通水平，推动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中方愿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加大对越投入，希望越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双方要用好两党友好交往红色资源，支持边境省份加强交流，实施好农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用好民间、青年等交流平台，夯实中越友好民意基础。双方要妥善处理海上问题，加快推进海上共同开发，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范明政转达阮富仲总书记和苏林国家主席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的历史视野、全球眼光和宏阔伟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越方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治党治国理政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同中方一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发展。感谢中国党和政府为越南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提供的宝贵帮助。越方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深化越中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作为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不会受到外界的挑拨离间和干扰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去年对越南进行的成功国事访问，是越中关系的历史里程碑。越方愿同中方一道，认真落实此访重要成果，按照6个更的总体目标，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鼓励青年交流，筑牢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作，妥善处理分歧，切实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